在香港武侠电影史上，胡金铨完全是一个符号般的存在，他代表着传统世人的旧派武侠，拍出来的电影都有着浓厚的文人气质，讲究的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意境和韵味。在胡金铨的中后期作品中，已经从由文入武升华为由武入禅，把武侠电影带入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和层次。在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1979年的《山中传奇》和《空山灵域》，这两部电影是同时在韩国拍摄的，只是《山中传奇》相对来说深奥难懂，《空山灵域》则直指人心，那种缓缓而来的禅意非常精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故事讲述了在深山之中有一个三宝寺，寺中有一本玄奘法师的手抄经书，被天下人视为无价之宝。老住持因久病不愈，深感时日无多，所以准备从3个弟子中挑选一个作为新住持，同时继承珍贵的经书。因为三宝寺庙大人多，老住持就请来了几位方外的朋友共同商量和见证。首先到达三宝寺的是富商文安，这几年他供养三宝寺的银钱不下10万两。这次请他来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他能对将来的新住持多多照应。然而心怀鬼胎的文安却带着女飞贼白狐一起来到寺中，欲趁机偷盗经书。白狐和同伙凭着高超轻盈的身手，很快来到了藏经阁。可在开锁的时候，却遇到了二弟子慧文突然闯进来，两人一时间不知所措，只能尴尬地笑着。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慧文非但没有阻拦他们，还用钥匙帮他们把门给打开了。原来慧文早就在暗中和文安达成了一笔交易，只要文安能帮他争夺到住持之位，那么经书就归文安所有。接着白狐和管家进入了藏经阁，不过始终翻找不到那本经书，正准备前往别的地方搜查的时候，却又遇到了王将军一行人也到达了寺院，于是两人只好匆忙撤离。而王将军此行的实际目的也是想得到价值连城的经书。很快天下闻名的物外法师也到达了三宝寺，他虽未出家，但实际上精通佛法，道行比一般和尚都高，连当今皇上都要让他几分。别看他带着一大堆侍女，实际上他已经到达了心中无色的境界。此时的三宝寺表面上看起来是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杀机四伏。王将军和文安两伙人都分别勾结了大弟子和二弟子，欲谋夺经书，双方是笑里藏刀，明争暗斗。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寺中来了一个朝廷囚犯，叫做邱明。他因遭王将军的手下张成陷害，遂被发配充军，后来花钱买了度牒，到三宝寺中出家。老住持和物外法师看他颇有慧根，就将其留在寺中洗地打杂。这天邱明来到山后打水，发现物外法师一边和寺中的和尚讲经，一边又让侍女在旁边的湖中沐浴嬉戏。从大弟子到小沙弥都把持不住，纷纷斜眼偷看。在这期间，只有邱明心无杂念的淡定走过，不回避也不主动去看。盘坐在岩石之上的物外法师发现后莞尔一笑。与此同时，王将军以瞻仰闻名，向老禅师借看经书，得知经书藏于何处后，就派手下张成前往偷取。可到达藏经阁后，发现女飞贼白狐已经先他一步得到了经书。双方随即在寺中的庭院楼阁中展开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大战。在争斗中，经书和念珠意外散落在地。这时物外法师的侍女们恰好路过，就将其全部捡起来交给打杂的邱明。紧接着邱明又在藏经阁发现了一些机关暗器，于是就向老住持汇报有人来偷取经书。物外法师让他不要声张，以后就由他来掌管藏经阁。邱明担心自己难以胜任，万一把玄奘法师的经书弄丢掉就不好了。可物外法师说那都是世俗之见，经书不过是一卷破纸罢了。不久后，张成再次来藏经阁偷盗经书，可因为遇到邱明，所以未能得逞。第二天，王将军二人先告状，说邱明曾是乡间无赖，偷盗东西被发配充军，如今贼性难改，去藏经阁偷东西，幸亏被自己的手下及时发现，他才没有得手。老禅师和物外法师虽然已经看穿了王将军用心险恶，但并没有当场揭穿他，而是按照寺规将邱明吊在了藏经阁上。这时三宝寺开始论经释道，以选拔新住持。几天下来，以大弟子、二弟子、三弟子的资质最好。在进行最后的定夺时，老禅师让3人到池塘中每人打一桶清水回来。慧通，你说说，你这清水是怎么打的？弟子和师弟们同心合力，才打到一桶清水。
你解给我听。就像千溪万水同归大海，才能照出一轮明月。慧文，你呢？弟子是用细沙滤出来的。哦，这就像修持有恒，常青俗虑，才能返本。惠思，听其自然，心清水自清。第二天，寺中正式举行衣钵的传授仪式。让众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老禅师并没有选择3个弟子，而是让打杂的邱明接替自己主持3宝。邱明成为新住持后，心怀不满的大弟子山东庙中的和尚以吃不饱菜不够为由去找邱明闹事，想给他来一个下马威。然而邱明很爽快地答应大家改善伙食，不过从今以后，庙中的所有和尚不能整天念经打坐，要学着种庄稼种菜，因为寺中的收入有限，支出都有定数。目前只要一改伙食，钱就不够用了。于是邱明就把经书抵押给文安，换来了1万两银子。文安表面上虽满口答应，可暗地里却趁着老主持举行涅槃仪式的时候，让白狐前去把经书偷了来。他和文安在逃往山下的时候，又将紧追而来的张晨杀死。后来两人被众多和尚追到了山脚，正无路可逃的时候，见到岸边停靠着一艘小船，渔夫答应渡他们过河。上岸后，歹毒的文安想要杀人灭口，可刚要动手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渔夫竟然就是老禅师。接着两人继续向山中逃窜，在经过一座小桥时，遭到了女侍卫的围追堵截。白狐寡不敌众，被制服在地，文安则趁乱逃走，后来在匆忙中跌下山崖而死。而他费尽心思，甚至赔上性命换来的经书，其实不过是事先放好的一个空盒子。最后邱明站在大殿前，拿出了经书的手抽真迹，说这张破纸多少年来都是本寺的祸乱之源，现在我就把它还给玄奘法师。随即他将这本在世人眼中价值连城的经书付之一炬，接着他把早就拓印好的经书送给王将军，希望他从今之后能更加重视佛理，一心向善。而白狐也决定出家为尼。在这部电影中，仅仅是一张破纸就折射出了人性的贪婪和残忍。大弟子和二弟子虽是修行多年的高僧，但为了住持之位，不惜同门相残，甚至网开杀戒，成了杀人越货的土匪强盗。文安和王将军，一个是富甲一方，一个是大权在握，但人心不足蛇吞象，仍妄想把经书变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为了名利二字，他们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就渐渐迷失了自己，甚至像文安那样到死都是执迷不悟。老禅师渡不了他，因为佛法如江边小船，可以载人，但若要上岸，唯有自渡。电影中的很多地方都透露着类似的禅意，但禅这个东西说出来就变味了，所以胡金铨是通过剧情的发展来让观众自己体会。比如在最后的结局中，邱明之所以焚烧经书，其实就是在传达佛教禅宗的要义，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意思就是传教的人不用立文字，众生呢也不用依照文字来学佛，因为文字或者语言都只是思想的一种载体或者表现形式，在转换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失去其本来的含义，甚至完全相反。而最精妙和深刻的佛理只能以心传心，一念即可顿悟。包括老禅师在最后的考核中安排3个弟子去打水，就反映了弟子们不同的心性和佛性。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拎着一只空桶回来。另外，电影中很多情节和人物对应的都是佛教的典故，比如悟外法师的原型人物就是维摩诘，虽然妻妾成群处于世俗，但心却能脱离于世俗之外。这就是我在《山中传奇》中说过的心不住于表象，不住于空，这种精神境界是非常高的。而邱明的原型人物就是禅宗的六祖慧能。当年五祖弘忍传衣钵，大弟子神秀在夜里偷偷写了一首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厨房里一个打杂的和尚看见后，就写了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两者的境界高下立判，所以最后五祖弘忍将衣钵传给了这个打杂的和尚，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六祖慧能。所以无论你是大弟子还是打杂的，无论是僧是俗，任何人只要有慧根有佛性，就可以传法度人。